现在开始装机操作的培训。首先，第一步是插入光纤。插入光纤的整个步骤，我们要求在这样的一个洁净工作台内部完成。这样做是为了防止空气粉尘在插入光纤的过程中飘进切割头内部腔体，污染光学镜片。对于这样的一个 flow box 而言，我们有以下的3点技术要求。第一点是 flow box 必须是垂直送风型的。第二点 ，flow box 内部平均风速必须达到0.45厘每秒。第三点 ，flow box 内部最大可以承受的粉尘颗粒物的尺寸必须小于100缪米。好，我们开始进行插入光纤的实际操作。首先，我们需要拔开这个光纤保护套，然后用强光手电筒照射光纤的石英表面晶体，观察是否有粉尘的污染。如果干净，我们就可以直接插入光纤；如果不干净，我们需要用棉签蘸无水乙醇进行擦拭石英晶体表面。下面一步，我们是需要揭开我们切割头的这一个绿色的 mocap 膜，然后开始插入光纤。在我们插好光纤之后，我们需要拿白胶带把光纤接口部分进行缠绕，至少3圈密封。由于现在这个集成商现场使用的是 QD 接口的切割头，所以我们刚才演示的是 QD 光纤接口的插拔过程。那如果集成商用的是 QBH 的接口呢，那我们需要重新再来模拟一下 QBH 接口的插入光纤的整个过程。首先找到我们 QBH 光纤接口这一端的红点，以及我们切割头光纤接口这一端的红点，2个红点需要对齐。插进去之后呢，让我们把这个 QBH 接口这一端的一个螺帽进行顺时钟的旋转，往上抬，最后转到白线的最左端。现在我们 QBH 类型的光纤插入过程已经做完了，大家请看，现在我们的切割头已经插好光纤放在一边了。接下来我们会介绍装机操作的剩余步骤。第一步就是检测切割器的气源质量。我们普雷兹特要求切割器的气源一定要符合无油、无水、无大颗粒的灰尘。检查的步骤主要是让集成商帮忙把切割器的气体打开，吹气5分钟。我们拿一个干净的保护镜片或者说是其他玻璃镜片放在气体的下方，观看打出的切割器是否是不含油、不含水、不含大颗粒的灰尘颗粒就可以。如果说切割器的气源质量符合要求，我们就可以接上气管。如果说他们的切割器质量不符合要求，我们建议集成商进一步的提高切割器的气源质量以及他们的其他的滤芯设备，直到切割器气源达到要求为止。这是第一步，接上气管。第二步，我们接水管。水管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我们的切割头有3路水冷模块，第一路是光纤接口，第二路上保护窗的水冷模块，第3路是光纤这一端的水冷。我们集成商可以事先把这3路用水管进行串联起来，我们之后的接水管只需要接一个总的进水口跟出水口就可以了。等到我们把气管和水管全部接好之后呢，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切割头固定在挂板上，之后再连接电线，包括19 pin 的L 控制板卡的电线以及 BNC 连接调高控制盒的电线。等到一切安装就绪之后，我们开始来测试我们的切割头的内部功能，比如说4盏 LED 灯是否都亮绿灯，
调焦功能是否正常，自动调焦功能是否完全能够实现，以及它的随动控制、调高和的自动标定等等。接下来的步骤我们可以一一进行操作。气体质量达标之后，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接气管了。首先我们先接喷嘴冷却器的气管，接下来我们来接切割器的气管。好，接下来我们来接水管，一个进水管，一个出水管。水管接上去之后，我们会进行通水测试。如果两个水管的接口处没有进行漏水的话，我们就认为水管是没有问题的。接下来我们来接电线，一根是19 pin 的线缆，一根是 BNC 的同轴线缆。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把所有的气管、水管以及电线全部装好了。下面就是整理一下线路，固定好就可以进行调试了。现在我们开始进行陶瓷体和喷嘴的安装演示。首先，我们看一下，我们有固定螺环、陶瓷体和喷嘴。首先要把陶瓷体装在固定螺环内，找到铜钉的位置。找准切割头传感器下方铜钉的位置进行对齐。安装过程之前需要注意，陶瓷体这个铜钉位置跟传感器铜钉位置中间有一个密封圈，千万不能掉了。现在我们来安装陶瓷体和喷嘴。首先我们需要把陶瓷体装在我们的固定锁帽内，找准铜钉的位置，然后把这个铜钉的位置和我们切割头下面传感器铜钉的位置进行吻合安装。接下来我们来安装喷嘴。现在我们的切割头已经上电，等到切割头上电完成之后呢，切割头内部的蓝牙装置就自动打开了。把你的手机、平板把蓝牙打开之后呢，连上我们的 Rocat APP。我们现在来看这个值。这个图标显示的就是当前的实时焦点位置。现在我们来做回参，回参的意思就是切割头内部的电机可以变到焦点位置为0的位置。我们来看一下。好，现在焦点已经变成了0位，说明回参已经成功了。现在我们把切割气体打开，吹气10分钟，然后检查一下下保护镜片是否干净，是否可以继续使用。关掉切割器以及其他所有气源之后，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来检查下保护镜片有没有受到污染。首先，我们需要清洁切割头的表面，特别是下保护镜抽屉这些缝隙，注意清洁。第二步，准备好下保护镜的盖板，特别是盖板的这一端，需要用压缩空气罐进行清理。第三步，我们需要拧开这2个螺丝，把这个下保护镜的抽屉水平抽出来，同时把清洁好的盖板盖上去，拧紧螺丝。现在我们来检查一下下保护镜片以及下保护镜密封圈。首先取下盖环，取出下保护镜片，对着光源看一下是否有污染。如果取下来的下保护镜片上面有灰尘，我们需要拿无水乙醇蘸上我们的棉签进行擦拭。接下来我们来演示一下调铜轴的操作步骤。首先，我们调铜轴主要分为2步。第一步是激光器出红光，我们对调铜轴的2个螺丝进行粗调。
第二步是激光器出激光，我们贴上白胶带，激光打一个孔，我们看一下孔是否在喷嘴的圆圈的正中间进行精调，也是同样调这2个螺丝。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红光光斑。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出现的红光光斑。如果发现红光光斑周围有一些黑色的部分被喷嘴挡住的话，我们要重新调一下这个调同轴的旋钮，这2个旋钮。在我们完成第一步粗调之后，现在我们来进行第2步精调。首先撕下一段透明的白胶带，贴在喷嘴下方，下面就可以开始出一个激光脉冲。取下白胶带，对着光源，我们看一下。现在我们取下了白胶带，看一下激光打的孔是不是在喷嘴应激那个环的正中间。现在这个孔正好在正中间，所以精调就不需要了。整个装机过程的最后一步就是我们 EG8030A 调高核的随动测试。首先，我们需要给我们切割头随动传感器做一个用于随动控制的特征曲线的标定。通常我们使用16点自动标定。下面我们来演示一下16点自动标定。在 EG8030A 调高核标定成功之后，接下来我们来检查一下随动距离。现在我们所设的随动距离是1毫米，也就是喷嘴下方到板件之间的距离是1毫米。我们现在来测量一下。现在我们看一下我们调高核 EG8030A 上的随动距离的读数。现在是1.00，与我们实际测得的距离是一致的，这就说明我们的标定已经成功了。如果客户现场粉尘比较大的话，我们建议拿白胶带把切割头上的所有缝隙全部缠住，防止空气中的粉尘污染切割头。现在我们的装机步骤已经完成了，下面进行切割演示。这是我们12毫米碳钢切出来的亮面效果，大家看一下里面的横切面、弯折角度以及直线切割的这个亮面。截止到这一步，我们的装机培训就全部结束。拆机步骤的操作，第一步我们需要先停水、停电、停气。第二步，清洁切割头的表面灰尘，特别是要注意光纤接口处的缝隙清洁。第三步，拆电线。其中一条线缆是19 pin 连接 I/O 控制板卡的线缆，第二条是 BNC 接口连接调高控制核的线缆。第四步，拆挂板，我们需要拧开挂板上所有的螺丝，然后把切割头取出来，拆掉切割头上面所有的气管和水管。好，现在我们开始拔气管，首先要拔的是我们接切割器的这个气管，然后拔接喷嘴冷却器的气管，总共是2个管。好，下面拔这个喷嘴冷却器的气管。好，现在我们开始拔水管。水管的话呢，一个进水口，一个出水口啊。拔的时候注意一下，可能水管里面会有残留的水，我们要准备一个干净的抹布在旁边，把那个水吸干。
因为我们切割头水管拆完之后，切割头内部的水冷模块里面会有残留的水，所以我们需要把里面的水吹干净。吹干净之后呢，把水管封上。最后一步，拔光纤。下面我们来介绍拔光纤的步骤操作。首先，我们要求拔光纤的整个过程必须在这样的一个洁净工作台内部完成。这样做是为了防止空气中的粉尘进入我们切割头内部腔体，污染内部的光学镜片。对于这样的一个 flow box 而言，我们有以下3点的技术要求。第一点是 flow box 必须是垂直送风型的。第二点，flow box 内部平均风速必须达到0.45米每秒。第三点 ，flow box 内部最大可以承受的粉尘颗粒物的尺寸必须小于100缪米。下面我们介绍在拔光纤的过程中需要用到的一些工具。第一个是光纤保护套，这一个光纤保护套主要是用于在拔完光纤之后进行密封保存光纤的那一个端口。第二个是绿色的 MOCAP 保护膜。这一个绿色的 MOCAP 保护膜主要是用于在拔完光纤之后密封我们切割头那一端的光纤接口。现在我们开始拔光纤的真实操作。到目前为止，我们的拆机步骤就全部做完了。如果集成商需要把拆下来的切割头寄回普雷斯特进行返修的话，请把切割头旁边的2个气管接口自己拆下来保存好，把切割头打包并填写我们要求的报修单，随切割头一起寄往普雷斯特维修部进行返修。这样我们的拆机步骤就全部完成了。